男嘉宾小梁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奶茶店店员；女嘉宾小西21岁，来自陕西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一个是黑龙江的，一个是陕西的，应该不是同学啊？对，不是同学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网上认识的 ，QQ 认识的。QQ 认识的啊 ？QQ 咋认识的？我那时候刚跟我前男友分手啊，然后我心情特别不好，我就在刷 QQ，然后那时候陌生人推荐好友，然后有他，那时候他的 QQ 头像是他自己，我那时候就感觉他跟我前男友长得有点像，然后也挺帅的，然后我就加上他了。那时候我就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因为像前男友，所以就把他变成了现男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还对。咋了？咋觉得他不靠谱啊？我想分手，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待不下去了。为啥？因为就从他今年我开学的时候，他过来陪我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不到半年，他借了快1万块钱了。我现在还是个大3学生，你说这么多钱对我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。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。我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刚来到这边嘛，就是这边是指哪边？石家庄这边，原来是在上海工作，过来这边就是工作什么的，到这边都要现找的啊。然后每个月的花销啊、租房啊什么的太大了，就是已经没有积蓄了。然后找朋友、兄弟什么的借了一点，然后维持一下日常生活开销什么的。你以前做什么的呀？以前就是在上海那边，也是在工厂里面为什么来石家庄呢？因为我感觉吧，在那边异地恋太远了，来到他这个附近这边还好一点，要不然感情也不是那么稳定。那你就没考虑你们俩怎么活？你怎么活？首先是这个一开始我也想过，但是还是感情重要一点嘛。到这边从零开始，从头再来吧。感情重要。别跟我说什么感情重要，你当初来石家庄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，你也根本没想在石家庄定居，都是因为我最后挽留你。他来的时候，他来了有2、3天吧，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去北京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因为之前他说好他答应我了，他来石家庄陪我，但是他突然要去北京，然后我就挽留他嘛，他答应我留下，你说留下你能不能好好留下？然后他就一直给你脸色看，那我肯定知道他心里不高兴，那就让他走呗。然后人家一说走，人家乐开花了，我感觉他心里根本没有我，这都是借口，我感觉他那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是借口啊。也不是，我刚到石家庄的时候对这边不熟嘛，正好跟那个北京的一个朋友聊天，他说那边有一个工作挺适合我的，就是待遇什么的都还不错，就已经帮我找好了，叫我过去看一下。然后也没办法，那个答应了，毕竟是朋友嘛，你这样服了人家的面子也不太好。然后你别那样说，你意思就是说你全世界人的面子都不可以驳，你就可以驳了我的面子。我在这边我等你多久？我等你多久？你想过我吗？你去北京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不通知我一下？你让我一个人，你啥意思呀？我当初让你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自己就拉下了脸，知道吗？我感觉我自己我根本我就不像一个女生，我就把自己的所有尊严都放下了，我求你留下，我求你过来石家庄。你过来之后，你突然间又去北京了。后来不是没去吗？但是他去了呀，他去那北京一趟，那不是钱吗？我们俩现在有经济收入吗？我们俩没有收入，我们俩收入不多，2个人还得生活。不是他让你养活他了吗？是他没让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，你说他没钱了，我能不给吗？我能不管吗？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，我压力真的特别大，我不想这样了。他花你的钱是吧？是。干嘛花人家的钱啊？不是，就是每个月工资太少了，然后房租的话也挺多的，1500、600块钱的样子，然后工资也就2000左右，然后每个月除了交房租，然后剩的很少，再有花销什么的，然后有可能是在那边用了一点。不是主持人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之类的。他从一到石家庄，你就说他从北京回来了，对吧？但是他其实回来他心不定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他找个房子，然后他自己开始找个工作，这不就安稳了吗？
然后他呢，他成天住酒店，然后出去吃饭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什么感受？那放一般女孩肯定说我可以跟你出去玩，我多好呀。但是我不愿意这样，我想过以后。可是他呢，他总是就是那种看眼前，知道吗？我感觉现在我特别窝囊，我感觉真的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哦，那当时他从上海来石家庄是你要求的是吗？对，是我要求的。所以现在有时候他说的话，我感觉自己没理。但是我要求他过来，我也是为了我们俩，因为太远的话，谁都保证不了以后。我也是为我们俩有一个以后。啊，那你现在等于就不要这以后了呗？现在你不知道他有多过分，就是说他借这个钱，你就算你借，你是为了我。那你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？这毕竟咱俩都没什么工资，借多借少，你跟我商量一下，咱们以后怎么还？咱得有个规划呀，咱得过日子呀，对吧？不是你这还没怎么着就要过日子了？我跟他想的我就挺长远的，我从来就没想过分手，但是他最近是真的是把我逼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为了分担他的房租，我就是跟他合租了一套房子，然后。他一开始还做点饭，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幸福。但是到现在，他自己的衣服他自己不洗了。你说你自己的衣服不洗，你洗双袜子总行吧？你刷个鞋总行吧？可是他不，他每天袜子往那一扔，整套房子都是臭烘烘的。我能不洗吗？到最后他给我说一句：“那我又没让你洗，你自己愿意洗。”你毕业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快毕业了，我现在大3。然后我这边还得忙着安排我这边的工作，然后还得想着这些事，我真的现在特别烦。对，你们就谈恋爱，怎么就过起了日子呢？这也挺逗的。因为就是想的比较远吧。那就分呗，怎么就来这儿分呢？分了不就分了吗？我私下跟他说，他不听我的，他老缠着我，我删他 QQ、删他微信，删好几次了。他老缠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摆脱不了他的纠缠。对，我就想说明白这次。啊，你为啥不跟人分啊？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还是挺合适的。不洗衣服这个是我不太会，但是。以后可以慢慢学嘛，慢慢改，这都是可以改变的，不要一锤子打死一个人嘛。以后还长远嘛。不要给我说什么以后，他这句话就是每次吵架他都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我不想这样了。你说我每天得想着我这边的工作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俩没有经济来源嘛，然后我们俩得花钱，然后我周六周日我就出去做兼职，1个月我家里人还会给我1000块钱。然后也就是说，我一天做兼职能挣100块钱，可以做8次，我基本上每周都去。然后我1个月我1800块钱，就算你说你借钱是为了给我买好吃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我1800块钱我给自己什么买不到？我们学校的饭不贵呀，我出去我啥都可以买啊，我想要的衣服，我想要的包，我什么都可以买，但是我没有，我觉得我够委屈了。为什么你不帮我干点活呢？为什么你不帮我分担点家务？然后有什么大事还不跟我说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当女朋友了吗？是你觉得你委屈，但是我为了你，我从上海来到石家庄，我付出了在上海的一切工作前途，然后为了你，我来到了这里。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在那边也什么都不缺，我也是要什么有什么，而不像现在每个月还要出去借钱花。你说我在那边还需要借钱花吗？兄弟，回上海。现在因为为了他过来这边，我就没打算过回去。你在上海做什么？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吧。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大约5、6千吧，也不算太多。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1个月2000多一点。哦，反正这姑娘就不能跟你分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，分手没必要说的太严重了。有什么事情慢慢的自己调解一下就可以了。他要调解不了，能分吗？我不同意啊。你不同意，他就不能分？缓和一下嘛。我觉得没法缓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说他为了我放弃了上海的一切，我感觉这根本就是在把所有的责任往我身上推，但是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说你在上海工作好，是我承认你在上海工资高，但是你过来之后我让你去工厂了呀，我们石家庄也有工资比较高的，你为啥不去呢？是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，你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。是我到这边我跟你说过了，工厂里的环境我现在不想再去干那种环境的工作了，我想换一种环境。对呀，那你在上海不就是在工厂的环境吗？是，我在那边已经干了得有3、4年了。那是你不想干了呀？是过来这边不想在工厂里面干了，想换一种。回上海就可以干是吧？不是，从那边过来了就臭小子，这么年纪轻轻的你。就是他自己放弃的，还非得赖给我，然后我之后还帮他找过工作。你也行，你谈恋爱嘛，还非把人从上海弄到石家庄来，你干嘛呢？
但是现在你知道吗？他还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。哦。他就去年寒假他跟我去我家，我根本就不愿意他跟我去我家那时候。你说我在石家庄，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家，对吧？我回家我肯定想陪陪父母，而且大过年的。然后他呢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他不走，他赖着我，他不走。我就给他就是那种明里暗里，我就暗示他，我说你赶紧回去吧，你赶紧回家吧。他就不走。那件事情是因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没什么事，你别乱说话。那个 QQ 空间里面回复你的那个人和你 QQ 里面的那个人是你的前男友吧？那我们只是简单的聊天，我们又没干啥，你为啥要这样说？我觉得你很过分，你们从来没有联系了，可是现在呢？你怎么给我解释一下呢？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联系，那都是他惹的。有联系，怎么没联系？就是他惹我，都怪他，不怪我。有联系，怎么没联系呢？你要跟前男友复合的孩子。我没有，那他就是。你有啊？你是真笨呐！哎，他都跟前男友联系骗了你，你去人家干什么呀？我要过去看一下呀。看啥呀？最起码我要了解一下他前男友跟他到底是有没有联系。有联系怎么着？是有联系，我最起码要知道现在关系是什么样的，最起码要确定一下吧。确定什么呢？没有关系，我给他赔礼道歉啊。有关系呢？我就感觉他来我那块就是有关系呢。有关系，再想办法吧。你们真是对一个人什么都不了解就谈恋爱还往身边招啊！那时候就感觉挺合得来的，然后现在就感觉现在是不是说，我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了，我不爱了，但是我想让这个人离开我，这个人说对不起，我就黏着你了。对，他就那样老黏着我。你也是够糊涂了。行了，这就算被粘住了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不了解，却仓促的或者说冲动的下了决定，这回长教训了吧？长见识。对呀，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是，真是说，到这个舞台上来，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真的已经不能摆脱它了，是吗？对，真的是摆脱不了了。而且现在我感觉我每天就是给他洗衣服、做饭，根本就不是我现在该干的事。我现在我不愿意了。我一开始我觉得那个我做那个，他起码还会。那我问问你，如果你真决绝的话，哈，第一，你们合租的地儿可以不回去吧？我不想回去，但是我搬我东西，他就不让，他就缠着我拉着我，然后有时候他就特别生气，他就摔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因为我家里我爸妈就离婚，然后他们以前就经常打架，然后。虽然他不打我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说你不能动我一下，你哪怕动我一下我就会跟你分手。你是不是怕他？我不是怕他，真不怕是吗？我真不怕他。你想跟他离开吗？我想他离开。好，那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跟他说清楚了，为什么要离开。第二，算清楚你们之间的账，如果真没有感情的话，是好像有借贷关系是吧？算清楚了。行。第三。不要住在一起了，住在一起一定是没有任何的离开的可能。男孩，你有这么不堪吗？是他说的这样吗？没有啊。那咱们能不能自己讲讲自尊呢？你来这里，第一，不完全是为他，对吗？好像一份上海很不错的工作你放弃了，为了他来，其实不是的，对吗？我就是为了他来到了这边。你想在那个工厂里继续做那种环境再去打工吗？想吗？想就在石家庄找一份类似的工作，可以吗？那种环境我不想干了。对啊，那你就不要再说你为了你不要说是为了他来，你是为了一个自己想象的美好的未来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了这个女孩来，只是为了来到石家庄而已吗？今后你们怎么过活儿，对不对？怎么生活呀？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份感情的话。你应该主动的搬出那个家，你应该主动的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，然后再对这个女孩去说我爱你，我可以为你做一切，否则一切都是耍无赖的手段而已，为的就是不劳而获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姑娘，你太轻易的就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当中，在你还没有收拾好自己的心情的时候，就仅凭一个头像，因为他长得像你的前男友，你就去选择跟他做网友，开始发展一段新的感情，你对自己负责任吗？
你想没想过，有可能网上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有多少种？轻易让一个男人来到你自己的城市，你没听过那些犯罪的事情啊？而且包括他现在纠缠你，或者说花你的钱等等之类，都是你造成的啊，你培养的啊，对吧？你求人家来到你的城市，就别怪人家给你当大爷。在他的印象当中，他觉得我放弃了上海那么高的工资，我来到河北，我陪你，你不就得对我这样吗？所以，妹妹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先好好的认清自己，先好好的爱自己，尊重自己，把自己看得重要一些，再去谈感情。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一个男人，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付出给他，然后现在得不到回报了，开始觉得你怎么这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女生先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男人才会把你看得重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有这个男生，你甭说爱他或者离不开他什么的，你完全就是不甘心嘛。因为你觉得他现在好像是因为跟他的前男友是不是有什么瓜葛，所以你要探个究竟，探个明白。因为你长得像他前男友，他才跟你在一起，你觉得凭什么呀？对吧？就是不甘心嘛。所以，如果咱是个爷们儿，就放开吧。当你决定要离开上海去到他的城市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清楚，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步，我就不计较得失。因为你要认定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输得起，更何况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没有投入什么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哎，女生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招这样的男生吗？网上没有经过慎重的了解，你就敢把别人交到你身边来，对对方来了之后还没有深入的接触，你就敢住在一起。所以你不招他，谁招他？你自己负有很大的责任，是你把这事儿惹上身的。人财两空，对吗？什么都没了，所以我死我也要攥住他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攥着一个不喜欢你的女人，你不给自己添堵吗？无论当初你来石家庄是为了他，还是为了别的什么，是不是你自愿的？是的。情感没了，也得恨自己不聪明，对不对？咱不能怪别人。所以我不跟你说什么爷们儿不爷们儿的，你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嘛，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今天吃不下这个亏，你咽不下这个果，你始终带着不甘心和愤怒，想要把它找回来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光是找不回，你还会越混越惨。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果潇洒的一句说离开，姑娘你也有错误，我也有错误，在网上的相识是我们肤浅的行为，是我们一起冲动的选择，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代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不能潇洒一点吗？男人骨头硬一点，行吗？别死缠烂打，好聚好散，死拽着没多大意义，给自己留点尊严。年轻时犯下的错，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互相成长，那是最重要的，也算是没有白交往一回，没有白来一回。我相信刚刚到石家庄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去租房子，刚刚住在一起那种新鲜日子还是挺甜蜜的，对吧？让那段甜蜜永远沉寂下去，别把最后一点点好印象给破坏了，那就没劲了，好吗？其实这一段真的值得你们俩好好反思。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，两个人就敢谈恋爱，你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你就开始了，那么自己给坑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以后别那么轻率。女生，你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是这小伙子赖着不放你，而确实是你做的有些瑕疵。男生，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大度一点，不要纠缠不放，你越纠缠，
你的生活越痛苦，何必呢？你们自己选择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还是挺般配的。虽然说以前我做的有些事情让你非常的不开心，但是听了几位老师说的话，我也觉得我做的特别的不对。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也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真的需要你。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好，请亮灯啊。男生最后说的话是一把软刀啊，我真的需要你啊。来吧，请回吧，2位。来，请关门。这段匆忙而至的爱情将作何了结呢？年轻人的选择，请看。来，小伙子，愿意跟他在这儿大大方方的说个再见吗？虽然我做的的确很对不起他，在他想法里我做的都是特别的不对。我虽然说借了很多钱，我也只不过是想生活过得更好一点。我只希望他上学学好，然后吃好喝好住好。你还没明白，其实姑娘并不是因为你借了这么多的钱，而是因为你的生活态度和对她的态度。放手吧，知道你很难受，把头抬起来跟她说再见。说不出口是吧？试一次吧，男人总要战胜自己啊。再见，等我好了，等我以后会再来找你的。来，我们给他一些激励，至少他说出了再见这个词。谢谢你啊，请回，谢谢你。